战伟哑了哑口，他对阳城的景点还真的不熟悉，却很少有时间出去走一走的。只听说过哪里是景点，到底好不好玩，他不知道，因为没有去过。宝宝和贝贝还小，很多地方都不适合带着他们俩。我就想着带他们去海洋世界以及动物园转一圈。蓝若若说道，除了这2个地方还可以去一下游乐园，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游乐园了。虽说有一些项目不能玩，但也有很多可以玩的。战维还没有说话，他家侄儿就说了，我们不想去游乐园。他们家里就有游乐园、老宅，还有一个超级大的游乐园。只要放假，他就会带着弟妹们在游乐园玩，早就玩厌了。海洋世界他倒是很感兴趣，记忆中爸妈带他去过1、2次海洋世界吧，但妹妹还没有去过。蓝若若很是意外，她笑道，宝宝，游乐园很好玩的哦，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和你一起玩。我不想去玩，都玩过了，不好玩了。战牧尘觉得跟着妈妈千里迢迢坐着飞机过来，就要玩那些他们管成没有的。平时周末父母也会带他和妹妹去外面的游乐园玩，那些游乐设施跟家里的一样，去外面玩还要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排队，人多的时候排队要排很长时间才能玩到，玩不了2分钟就结束，而且还要钱。战家不差钱，但小家伙也会做对比，一样的游乐设备在自己家里玩，自由自在的，不用额外再付钱，能玩得尽兴，还不用排队，也不寂寞，因为有弟妹们一起玩，还有姨婆家里的哥哥，表姨家里的弟弟，还有苏叔叔家里的哥哥，一般的小朋友一起玩，热闹得很。从小就不缺玩伴的战牧尘并不喜欢儿童游乐园的那种热闹，他反而喜欢人少安静的地方。这喜好可能遗传了他爸爸的吧。战印就是不喜欢人多热闹，他喜欢安静人少。婚前他就很少参加宴会，就是讨厌那种场合。婚后倒是经常会带着娇妻参加宴会，那是秀恩爱，刺激那些单身贵族。不过夫妻俩出席宴会从来不带孩子。战家对孩子的保护很好，轻易不会让媒体拍到孩子的正面。每次带孩子出门都会做好全副武装，就是带孩子出去游玩也会放出好几个烟雾，谈引开了媒体的注意力，他们才会低调的出门。打扮成普通人，既能让孩子们玩得尽兴，也能减少别人对孩子的关注，达到了保护孩子。等到孩子成年后要踏足商界了，才允许他们公开露面。他笑着对海童说道，童姐，你平时经常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吧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喜欢去游乐场玩的小朋友。像战牧尘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好动得很，正是喜欢出去玩的时候。海童嗯了一声，周末的时候我夫妻俩都会带孩子出门散散心，有时候回山庄去，山庄足够大，孩子们玩上2天都很开心，还能陪陪奶奶。老太太年纪太大了，已经减少出门的次数，若她老人家要去一趟市区，她的孙子们都能紧张。西西不会拒绝她的请求，而是孙子们至少会有2个放下手里的工作，亲自回到山庄接老太太去市区散心，看看曾孙辈。因为战印兄弟等人平时都是住在市区，他们在市区都有自己的房子，孩子自然也跟在父母身边，在市区里上幼儿园。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周末带着孩子回山庄陪伴。老人家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了，陪1天少1天的了。怪不得，那宝宝是想去海洋世界玩是吧？那阿姨安排人带你们去玩好不好？战牧尘礼貌地拒绝了，谢谢蓝阿姨，我七叔说带我们去玩了，不好再占用蓝阿姨的时间。其实是这个蓝阿姨跟七叔不对付，一来就打了七叔一巴掌。战牧尘记着呢，虽然妹妹对蓝阿姨释放了善意，这个蓝阿姨或许不是坏人，但她一来就打了七叔一巴掌，战牧尘就做不到马上就和蓝阿姨做朋友。妹妹那是年纪太小，还不懂，她是凭着本心，觉得谁好就让谁抱她。蓝若若笑笑，也行，下次再过来，蓝阿姨请你吃饭哈。
战木陈抿了抿嘴后说道：“兰阿姨只要不打我七叔，我就很开心了。”战维看一眼兰若若，就摸摸战木陈的头，还是我们家宝宝心疼七叔，知道维护七叔，贝贝就是个小叛徒，看到美女就要人家抱了。七叔，贝贝不是叛徒，他还小，不懂，他要兰阿姨抱他。我想兰阿姨也不是坏人，他打七叔那是跟七叔有纷争，我不知道你们俩谁对谁错。我比妹妹大了几岁，我懂得偏心，七叔是我的七叔，我就偏向七叔，妹妹则是顺心而为。能让贝贝喜欢的叔叔阿姨绝对不是坏人。太奶奶总是说贝贝的眼睛最纯了，她能看透人心，好人坏人贝贝最清楚。坏人就算装得很慈祥很温柔，满脸笑容，贝贝都不要他们抱。好人就算长得不好看，贝贝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善意，然后就会让他们抱他。战木晨就觉得妹妹的眼睛是审核好人与坏人的标准。兰若若震惊地看着战木晨好一会儿，她对战维说道：“你侄儿很聪明，也很维护你这个七叔，看来你平时对侄儿很好。”那是，宝宝是我第一个侄儿，我最疼他了。七叔现在最疼的是贝贝。战木晨马上就拆了七叔的台。战维笑：“难道你不疼你妹妹？”战木晨不说话了，他疼妹妹呀，就一个妹妹，他怎么可能不疼？战维再次伸手摸了摸侄儿的头，说道：“宝宝，七叔和他的过节，你不懂，等你长大了就懂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这个女人她本性不坏，人品还挺好的，就是他们俩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针锋相对而已。兰若若的人品她还是清楚的，她的人缘很好，最坏的一面可能就给了她吧。”战维心里有点不爽，别人都是将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的，兰若若却将她最不好的一面给了他，他不值得她的好。想到自己没少抢他的生意，撬他的墙角，他若是对他很好，那简直就是犯贱了。战维又释然了，他自己不也是将最不好的一面给了兰若若吗？哟，认识你5、6年，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我是个好人。兰若若故意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。你要说你是个坏人也可以，我没意见。兰若若说道：“坏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坏人，我一个好人，干嘛说自己是坏人？没得坏了我的名声，以后嫁不出去。你现在也嫁不出去，30岁的老姑婆了，男朋友也没有半个。我看就没有人喜欢你的白长了一张好看的脸，身材也不差，怎么就是找不到男朋友？”好好的气氛一下子就坏了，两个人又开始针锋相对。兰若若不甘示弱地道：“我29岁，不是30岁，我男朋友要是半个，吓都吓死你。告诉你，喜欢我的男人多了去，是我不喜欢他们而已。我若想要找男朋友，分分钟能找到10个、20个的。有嘴说我，怎么不说说你自己？你都30，1岁了，不也没有女朋友？喜欢你的女人倒是不少，怎么都看不上？还是不行，睡不了，所以不敢答应他们的追求。这个兰小姐的脾性，她居然很喜欢。老七知道了，会不会又说她胳膊往外拐？”战维的脸都黑了，贝贝都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火药味太大，挣扎着爬回了妈妈的怀里。战木晨也悄悄地挪了挪椅子，紧挨着妈妈，还小声对妈妈说道：“妈妈，七叔的脸像雷公脸了，黑得吓死人。他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七叔脸色黑成这般呢。”兰阿姨说的那句话杀伤力那么大的呀，居然能让七叔脸黑如包公。战维没有留意到侄儿都挪了位置，他黑着脸说：“兰若若，我不找女朋友就是不行，你不找男朋友是什么？是百合吗？你什么时候出柜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个女友？”兰若若怒道：“战维，刚刚一巴掌打得还不够狠是吧？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你才出柜呢。你要不是不行，就是同性恋。”战维气结：“你见过狗嘴吐出过象牙来？我回去就抱我的宠物狗过来，你让我的宠物狗吐象牙给我看看。我不行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行不行？”
蓝若若顿时哑了火，这句话她可不敢接。不过她还是以怪异的眼神打量着战维，好像战维真的不行似的。战维被她这样的眼神挑衅的想跳脚，要不是大嫂和2个孩子在场，他真想立即把这个女人拉上楼去，随便开一间房，就让她体会一下她到底行不行。大不了事后对她负责，也不能让她怀疑她不行呀。天知道不行对一个正常的男人伤害度有多大。见蓝若若熄火了，海彤说道：蓝小姐，你怎么不反驳了？继续跟老七斗下去，可不能输给他。2个人都看着他，海彤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你们便斗嘴实在太有趣了。2个人斗了那么多年，早就了解对方，若是没有火药味，说不定能擦出火花呢。他这次带娃来阳城旅游，可是肩负着奶奶以及二叔二婶的重担，就是当面催老七结婚，催婚的重担交给了他这个大嫂的。海彤觉得老七和蓝若若有点欢喜冤家的味道。大嫂，彤姐，2个人都低叫一声。海彤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这个时候蓝若若的秘书赶到，送来了冰袋。他看看战维被打肿的脸，又看看海彤母子3人，最后视线回到自家副总身上。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做事吧，我晚点再回公司。蓝若若不想让秘书看到自己给战维敷脸的场景。秘书恭敬地应了一声，带着满腹的疑问走了。等秘书走开了，战维立即挪了椅子，坐到了蓝若若的旁边。那张俊脸，现在是肿脸，就凑到蓝若若的跟前，拍了拍肿的脸，说道：蓝若若，赶紧的，帮我敷脸，肿成这样，严重影响了我的帅气外表，让媒体知道，传出去，我的一世英名就被你毁了。到时候真娶不到老婆，你得赔我一个老婆。蓝若若没好气的道：我没有毁你的英名，也不见你娶到老婆，是你自己不行。娶不到老婆，好意思怪我？我赔给你的老婆，你要吗？要的话，我分分钟能赔你一个老婆。我公司里多的是年轻的女职员，我这个人还有点良心，不会赔你一个坏老婆，保管挑一个优秀的人品好的给你。成了的话，到时候要请我喝喜酒，给我丰厚的谢美礼。谢美礼没有10个亿的生意合同，我都不满意的。他肯赔个老婆给他，他敢要吗？不敢。他娶老婆不仅要娶自己喜欢的，还要人品好的，家世清白的。当然了，能与他们战家门当户对的就更好了。他6个嫂子跟哥哥们都属于门当户对，到了他这儿，他可不能太差，人品还是最重要的。嫁入他们战家的女人，不管是老一辈的还是嫂子这一辈的，都是贤妻，她也不能输在这里。奶奶总是说一个好女人能够旺3代，他们战家能够旺到如今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女人入了他们战家的家门。蓝若若嘴里说着话，手上行动起来了，拿着冰袋就帮战维敷脸。2个人斗了几年，他知道他长得帅，他也知道他长得美，但2个人还没有如此近距离过，距离近的让蓝若若总觉得他们俩不像是死对头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男人是真帅啊！他长这么大，见过最帅的男人就是他了。帅就算了，还那么能干。不少男人背后都在抱怨他不给他们留一条活路。多少商界女强人都很喜欢战维，当然了，他们都是年纪较大的了，没有机会嫁给战维，但不妨碍他们想给战维牵红线。